侦查员伸手摸了摸眼前的老头，下一秒他的手就直接掉下来了。老头已经冻成了碎碎冰，看他的表情，应该是一瞬间的事情。大伙儿都惊呆了，这热死人的沙漠里怎么会有冰灾？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海滩上，卷起的海浪突然被冻住，寒流急涌，岸上的男男女女在逃跑中就成了冰雕。联合国召开紧急会议，发现这竟然不是自然灾害，而是人为事件，控制气候的卫星可能出问题了。这套系统原本是为了改善极端天气，保护人类远离灾害，没想到失控后杀伤力竟然这么大。官方找到系统的创始人大卫，希望他能亲自去太空站检查一下。大卫很快就出发了，来到太空站的第一件事就是调出故障卫星的工作记录，没想到数据竟然丢失了。他干脆把故障卫星直接回收检查，用来抓卫星的机械臂突然失控，现场人员差点都被砸死，卫星也摔得稀巴烂。这一连串事情开始让大卫起疑了，尤其他还得知有一位同事不久前在进入过道时遭遇了系统故障，周围门板突然被打开，他直接被甩出太空，当场遇害。大卫知道这个人很可能是查到了什么，被灭口了。看到故障的门板还卡在太空站外面，他决心亲自出舱，拿到里面的硬盘检查一下，就知道有没有人动手脚了。大卫和伙伴成功拿到了门板，没想到自己的宇航服突然失控，他立刻在站外横冲直撞，门板也不小心脱手了。大卫慌乱中想抓住什么东西让自己停下来，但周围一片光滑，他快速往月球飘去，眼看就要彻底脱离了太空站，终于在最后一刻抓住了电缆，捡回了一条命。大卫谎称自己一无所获，其实他已经悄悄拿到了硬盘。经过这次事件，他更确信太空站有内鬼。硬盘检测结果出来了，果然门板本身没有故障，就是被人为打开来灭口的。那个身亡的同事肯定查到了关键证据。大卫调出了监控，发现这个同事最后把证据藏在了更衣室。他找到证据并解读出来，发现卫星系统已经被神秘病毒感染了，有人在背后操控着上千颗卫星，用它们来毁灭世界。大卫怀疑内鬼就是美国高层领导，现在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在严密监视中。地球上新一轮灾害又被启动了，这次的目标城市就在中国。鸡蛋掉地上了，阿祖想捡起来，却发现已经变成了煎蛋。他一抬头，烧红的煤气管道竟然从马路爆出来了。阿祖立刻开车逃跑，身后是持续不断的爆炸，火舌在马路上蔓延，有的车直接被炸翻了。一座座大厦接连倒下，运气不好的当场被砸个粉碎。阿祖来不及多想了，油门踩到底，一路狂冲，终于来到了安全的地方。死里逃生的他看向远方，城市的一角已经烧成了废墟。媒体对外宣称这是煤气管道老化引起的连环爆炸，但阿祖却不这么认为。他是国际气象局的工程师，很快就发现了问题，灾难是城市上方的卫星引起的。阿祖仔细查阅了资料，然后打电话给负责人，告诉他卫星失控的事情。此外，还有人试图掩盖错误数据，让大家误以为一切都是意外。当错误累积到一定程度，全球上千颗卫星就会制造出足以毁灭人类的地质风暴。想象一下，冰雹、海啸、雷暴、飓风，这些灾难在各地同时爆发叠加，地面上还会剩下几个活人？阿祖继续检查系统，没想到整个大厦被强制断电了。一堆神秘特工持枪闯了进来，他藏在储物柜里躲过一劫。更加确定有幕后黑手，阿祖直接前往美国，准备将调查结果当面告诉负责人。但即将见面的时候，突然有人从后面推了他一下，阿祖立刻被路过的车撞飞。临终之际，他竭力说出了最后2个字：宙斯。负责人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黑客妹，让他帮忙找代号为宙斯计划的文件。在一番辛苦操作后，他们竟然真的找到了这个计划，文件就放在美国白宫的安全网络里。负责人呆住了，因为这表明幕后黑手很可能就是自己的某个上司。文件终于被破译了，里面是各种模拟数据，和近期全球发生的灾难完全吻合。这就是宙斯计划，把保护人类的卫星当成武器来用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关闭卫星，重新启动，系统会自动清理其中的病毒。但是做这么大的操作，一定需要总统本人的终极密码。负责人刚想去汇报，就发现卫星后台已经被封锁了。知道这个操作的没有几个人，一股寒意穿透了他的全身。如果幕后黑手就是总统本人呢？如果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呢？这颗卫星正在朝上海发射导弹，数不清的特制导弹在云层里一颗颗爆开，一场100年不遇的暴风雨就这样被化解了。
有了这些卫星，人类似乎再也不用害怕天灾了。但是这套系统却被美国国务卿盯上了。为了让美国重新成为万国领袖，他用病毒控制了卫星，反向制造了各种自然灾难，重创了许多国家。他更计划嫁祸总统，自己上位当老大。毁灭世界的指令已经发出，各地灾难不断。东京遭遇了巨型冰雹的轰炸，迪拜即将被滔天海啸吞没，最惨的就是莫斯科，卫星直接放出了高温射线，要将一切烧毁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总统本人，他有一份终极密码，可以强制关闭系统。卫星负责人终于救出了总统，身后一群特工紧追不舍，不断攻击他们。负责人详细和总统描述了这个惊天阴谋，但对方并不相信国务卿会背叛自己。直到目睹身后的会场被闪电劈成了废墟，他叫了一声老天爷啊，赶紧开溜。国务卿看到手下人一直没有得手，索性自己出马，一颗炮弹过去，总统的车子被炸了个外焦里嫩。但没想到这只是障眼法，车子里面空空如也。总统带着人马从后面突袭，将这个野心家拿下。随后他赶紧向太空站负责人大卫提供了终极密码，没想到国务卿安插的内鬼为了保证计划成功，竟然开启了自毁系统，整座太空站即将消失，必须在控制室毁灭前输入密码。大卫一边组织别人撤离，一边决心留下来，手动完成任务。太空站已经开始爆炸，还有3分钟不到，地球就要毁灭了。大卫穿上宇航服，来到了控制室，终于在最后一刻输入了终极密码。随着卫星一颗颗关闭，地球上的灾害也慢慢退去了。大卫松了一口气，但太空站的自毁还在继续。他在碎片中不断碰撞，已经有了殉职的觉悟。终于，他找到了一颗尚未损毁的卫星，成功躲了进去。正在返回地球的航天飞机精准接收，及时救到了人。几个月后，人类重新搭建了太空监测站，卫星系统也恢复正常，继续保护着人类。科技就像一柄双刃剑，天才用它劈开人类前进的道路，疯子却可能用它毁灭一切。正因如此，当科技越来越发达，操控科技的人选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